我兢兢业业为我老公的公司奋斗多年，甚至不惜放弃世界500强的岗位，却没想到在公司年终奖只拿到了1元的奖励，而他的秘书却被他亲自授予50万。各位，大家都停一停手上的活儿，陆总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又是他，这都是江总监第几次在上班时间睡着了，根本不把您放在眼里。江岩，陈州，我昨晚改方案改得太晚，不小心睡着了。各位同事，这一年辛苦了。临近年终，我把大家的年终奖都包在了红包里，红红火火给大家讨个彩头。领红包了，领红包了，领红包了！谢谢老板，谢谢老板。今年继续努力啊！这红包怎么这么薄？哎，这么多！哇塞！全是钱！我去！我有3万，你呢？我不是很多，我有2万。江总监，你可是咱们公司的大功臣，年年业绩第一，为了5000万的订单熬了好几个通宵。您的年终奖起码这个数吧？江总监，既然大家都好奇，你不妨打开看看，给大家来展示一下你拿了多少。是啊，给大家伙儿看看，忙碌了一整年的江总监值多少钱？1元，太少了吧？陈州，你是不是发错了？公司的年终奖向来都是公平公正，按照大家1年的努力来发放，不会出错。这1年来，芊芊的努力大家有目共睹，我认为只有她最值得重量级的年终大奖，总计50万。50万！哇！啊，这……陈州，你这是什么意思？哼，什么意思？这1年来你有多少次迟到早退，在工位上有多少次睡着了，你还好意思问我怎么了？怎么，真把公司当你家了？你要是不服啊，大可以辞职啊。陈州，你都知道的，我都是为了赶工作，而且我大多数外出都是为了谈合作，根本就不是早退。就像昨天我是为了去强盛集团谈合作，也提前跟你报备过的。迟到就是因为敲定合作细节，我甚至因为这个项目彻夜失眠。你报备是报备，规矩就是规矩。你身为公司的总监，更应该以身作则，不该迟到早退。至于强盛那个合作，芊芊虽然刚来，但在优化方案上提出了关键性的意见，出力不少。反倒是你，江岩，不要总是妄想拿新人的成绩来炫耀自己有多么优秀。你身为集团的老员工了，不应该犯这种低级的错误。我什么时候拿新人的成绩补点自己过？强盛集团这个5000万的项目有多重要，你不是不知道，我怎么可能进他人之手？是啊，江总监为了这个订单喝了好几箱红牛呢，他一个新来的秘书懂什么？陆总，我早就说了，江总监现在在公司的威望很高，要不算了吧？不能算。江岩，你每天在工位上假努力很有意思吗？啊，你身为集团的老员工了，但是不要以为自己就可以为所欲为。假努力？陈州，我够了。江岩，在公司你应该叫我陆总。我结婚3年的丈夫最清楚我做了多少的人，现在居然相信一个刚认识不到3个月的外人。啊，对了，以后强盛的合同啊，就交给芊芊完全负责。反正你也只知道上班摸鱼，起不了什么大作用。这1块钱啊，就是为了提醒你，在明年的时候，多拿出来点真材实料来证明自己。行，也不用明年证明我自己。我辞职。江岩，你胡说什么呢？别闹了！你真的以为我会相信你会离职吗？哼，为了引起我的注意，当众说离职，这玩笑
未免也太敷衍了吧？我没有闹，我是认真的。陈州，是不是江妍姐不满意我，觉得我是刚来的，配不上50万现金奖励，所以才想离职的？江妍，你是不满意我给芊芊这么大的奖励？你也太小心眼了。芊芊刚来公司，正是需要鼓励的时候。鼓励他，用1亿元年终奖和50万现金对比，当面羞辱我，鼓励你陆晨舟的秘书。陆晨舟，你是不是忘了3年前是谁从世界100强企业辞职，放弃100万年薪和晋升机会，陪你从小出租屋创业，一家家客户去跑，一杯杯酒去喝，才从公司几个人到现在的上市公司。我的天呐，江总监这么牛，何止啊！前几年资金链差点断了，是江总监力挽狂澜，那个陆总只是个陪衬。江妍，你够了！没有我把握方向，运筹帷幄，给你平台大展身手，你真的以为你会有今天吗？拿着现在的工资，坐着现在的位置吗？哼！哎，你也不看看你自己，都28了，在职场上已经是高龄，离开了我，离开了陆氏，你真的以为有哪个公司会愿意要你这个高龄的只知道闭门造车的老女人啊？陈州，你也别这么说江总监，江总监也是为公司付出了很多的。陆晨舟，到今天我才看清，原来从始至终你从未看得起我。既然如此，强盛集团这个1000万项目，希望你还有你的秘书吃得下。至于我，就不陪你们玩了。哼！顾总，您上次提过的事情，我考虑清楚了。我决定加入顾氏集团，不过我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贵公司给我的年终奖至少比1亿元高。妍妍，你终于答应加入顾氏集团了，太好了！你放心，像你这种实力，年终奖100万不算多。哎，妍妍，我记得当初导师答应给你介绍高薪工作，你说要跟老公一起创业。你现在跳槽，那你老公的公司我会处理好的，您不用担心。好，那我等你的加入。看来是时候拟一份离婚协议了。顾总，您是遇到什么好事了？他终于肯加入顾氏了。能让您这么高兴，他一定是个不得了的大人物，是哪个行业的顶尖专家，还是哪个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被我们挖到了？他是陆氏集团总监江岩，他可不简单。有他的加入，不出1年，顾氏集团肯定能稳坐国内头把交椅，而且还有可能挤进世界100强 TOP 10，冲击全球100强 TOP 10。顾总，您对他评价这么高，那您打算给他什么职位啊？总监还是部门的总经理？这些都不配，顾氏副总裁还有个位置，这是我单独给他留的，通知下去，准备欢迎仪式，我要亲自去迎接。对了，再从我的账户上拨5个亿打给江岩。陆晨舟，你根本不知道你错过了一个什么样的宝贝。江总监不会真的辞职了吧？他可是我们公司的主心骨，他要是走了，我们明年会不会失业啊？陆总别闹。陆总，你怎么不去追姐姐啊？你就不怕她真的跑了，不回来了？怎么可能？江岩爱我爱得死去活来，根本就离不开我。一会儿啊，他自己就回来了。比起他呀，我刚刚可是给了你50万，你是不是该付出点什么？哎呀，讨厌啊！
陆晨舟，你居然真的出轨了！江岩，你这是干什么呢？进来也不知道敲门，还有没有规矩了？陆晨舟，都光明正大偷情了，还怕被人发现吗？这么多年，你为了维护在公司的完美形象，我们结婚的事，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哼，陆晨舟，你就这么饥渴，偷人偷到公司？江岩，你胡说什么呢？我和芊芊是清白的，我们两个只是正常的交流工作而已。江妍姐，你真的误会了，我刚刚就是眼睛进了东西，陆总帮我看看，你怎么能这样恶意揣测？真的，工作交流需要贴这么近吗？陆晨舟，证据就在我手里，你还要撒谎到什么时候？我算是明白了，你为什么一定要抬这个新人，原来是为自己的下半生买单啊！陈舟，怎么办啊？江妍姐好像真的生气了，要不然我离职吧，我不想让你为难。不，芊芊，你不用离职。妍妍啊，把视频删了吧，何必要闹成这样？这要是传出去，对你、对我、对公司，那影响都不好啊。偷情的时候怎么不觉得难看？行了，要想这段视频不被发出去，就老老实实按我说的办。第一，立刻签字批准我的离职报告。第二，按照我入职时签订的合同，一次性支付我2000万的赔偿金。第三，离婚协议我已经发到你邮箱了，没什么问题就签字吧。哼，2000万，江岩，你疯了吧？你还真敢狮子大开口啊！我告诉你，不管是离职还是离婚，我都不同意。你不同意也行，那保不齐这段视频会出现在各大平台。哼，陆总也不想这么出现吧？陈舟，怎么办？江妍姐好像铁了心要跟你离婚。江岩一向最爱我，这钱不过也是他口袋中转一圈，最终还是会回到我的口袋。行，江岩，不就是2000万吗？我给你就是了，拿着钱给我滚得远远的。再说了，陆氏集团马上就要和强盛集团签订合同了，合同一旦达成，公司的市值至少翻2倍。你到时候啊，别哭着求我。行，你就看我江岩到底会不会回来求你。强盛集团的合作项目是靠我才谈下的，像你们这种急功近利、专业不精的人最容易失败。祝你和白芊芊合作能够顺利完成，我们拭目以待。靠他！明明和强盛集团的合作靠的是我陆氏的名声，他还真以为他是陆氏的顶梁柱。江总监，你真的要走吗？辞职报告已经批了。你走了我们怎么办？这些年我们都是你带着的，早就习惯你了。是啊，江总监，这件事真的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喂，江岩是吧？你1个月前在海南欠了1个亿，打算什么时候还？什么？1个亿？什么？1个亿？你是不是搞错了？我怎么可能欠1个亿？搞错？江岩，你别想赖账，你所有的信息我可都知道。给你3天时间带钱来海城的精品会所，否则后果自负。江总，你没事吧？脸色怎么这么差？江总监，这应该是诈骗电话吧？现在的骗子张口就是几千万1个亿的，你别慌。海城金鼎会所，我这半年根本就没去过海城。哟，江妍姐，怎么啦？接个电话脸都白了，这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吧？我刚刚听见了，你好像欠了1个亿，怎么？看你这样子，你是刚刚才知道这个消息啊？你，白芊芊，你是不是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几个星期前，陆总带我去海城出差，谈了笔项目。你也知道那边的赌场比较发达嘛，陆总想让我长长见识，就带我去金鼎会所。那边的人都玩得特别大，陆总也想让我试试手气。唉，也不知道怎么了，那几天的手气特别背，
一不小心就把带的现金都输光了。然后陆总就在现场跟会所经理借周转资金，借了1个亿资金周转，用的还是我的名字。你也知道陆总的身份不方便嘛，所以就留了你的电话、姓名、信息。反正你也是公司的负责人之一，理所应当替陆总扛嘛。所以陆晨舟用我的名义为你白芊芊在赌场借了1个亿的高利贷，你们还有脸让我来还？这怎么了？你作为公司的主要员工之一，替陆总扛点债不很正常吗？再说了，你不是刚拿到了2000万的补偿吗？先还点利息呗。反正你能力这么强，1个亿，努力，还个10年8年的，也就还完了嘛。陈舟，你都看到了，他打我！青爷，疯了，敢在我的地盘动我的人！青爷，你疯了，敢在我的地盘动我的人！你都敢用我的名义为他借1个亿，我有什么不敢打的？还是陆总对1个亿没有概念，觉得无所谓？陆总，你这事做的也太不地道了吧！江总既然为公司付出了那么多，你怎么能这么对他？就是，这不明摆着坑人吗？江总，这账您不能认，谁欠的就该谁还。都给我闭嘴！这里轮得到你们来说话吗？不想干的给我滚！这件事是我不对，我承认，我当时也是情况紧急，没有办法。你看，你现在也拿到了2000万，这样，你先把2000万拿出来，把利息先还下，剩下的以后慢慢想办法。陆晨舟，你把我当什么？你凭什么觉得我到现在还会帮你？为你这样的人渣背负这1个亿的烂账，会原谅你出轨，原谅你们2个联合起来算计我？既然你这么在意面子，正好大家都在，我就让大家看看你是怎么在婚姻期间出轨秘书。陆总和江总监居然结婚了！难怪陆总跟白芊芊这么优待他，原来是他俩搞在一起。你血口喷人！江爷，你这是诽谤！哎，你以为你手里的算什么呀？你现在可是背着1个亿的债务，我看你到时候不跪着来求我，这1个亿你怎么还？海城的手段你也知道，江岩啊，我劝你千万别逞强。也许你现在跪着来求我，我还能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帮帮你。是啊，江妍姐，你就别逞强了。你伪造证据污蔑我和陆总的清白，我们不怪你。到时候你别真出什么事儿了，我们也担心你。你现在来求陆总，到时候的下场也不会落得那么惨。哼，吓傻了吧，江岩？这1个亿，你离开了我，离开了陆氏，我看你支付宝到账5个亿。5亿？江岩，你哪来的5亿？顾总，您给的资金5亿也太大了。这是你应得的。3年前我就说过，只要你愿意来顾氏，我会给你5个亿，让你大展身手。现在如数奉上。感谢顾总的信任，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希望。 5亿流动资金，这太大气了吧？顾氏，不会是江城第一集团的那个顾氏吧？这江总监离职后哪会落魄？这简直是凤凰涅槃，一步登天啊！简直是钮祜禄回宫，太帅了。顾钱，顾氏集团的顾钱，他3年前就想挖你，还承诺给你5个亿。哼，江岩，你早就想离开我了，用顾氏集团的钱来还清债务，你真是好算计。哼，可笑，他永远把过错归咎别人。陆晨舟，我没有时间在这跟你废话。这5亿是顾总给我发展事业，不是用来给你填窟窿。至于海城那1个亿，喂，你好，我是顾氏集团新任副总裁江岩。关于1个月前陆晨舟先生用我的名义签署的那份协议，顾氏集团，江总，您现在是顾氏集团的副总裁，你的债务不算什么，1个亿就当抹零头了。这么大一笔债务，被江总3言2语就解决了，对方还说只是某个零头，江总这也太帅了吧！愿意跟我走的，现在收拾东西，10分钟之后楼下集合，我们一起去顾氏集团，开始新的征程。
陈忠，你别生气，他江岩就是仗着一个野男人走了也好，走了以后公司就是我们的天下了。可是公司一半的核心团队都被他带走了。陈忠，别这样想，还有我呢。他们走就让他们走好了，大不了以后我们重新招人，招一批更年轻、更听话的。等我们拿下跟强盛集团的合作，公司市值翻倍，他们肯定会后悔，回来求我们的。对，你说的对。等和强盛集团的合作达成，我看他还怎么嚣张。到时候，我让他哭着跪着来求我。哼。江岩，欢迎你和你的团队正式加入顾氏。从今天起，江岩女士将担任顾氏集团执行副总裁，直接对我负责。顾氏将是你们新的起点，我顾前期待与诸位共创辉煌。芊芊，强盛集团那个项目进展的怎么样？这可是我们公司今年的重头戏，绝对不能出任何的差错。我办事，你放心。强盛集团那边的负责人，我已经对接过好几次了，他们对方案很满意。第一批建筑材料已经按照合同要求开始采购和进场了，马上就可以进入下一个施工阶段了。材料采购，这可是关键的环节。江岩原来指定的那几家供应商都是合作多年，质量有保障的。你确定都是按照原计划进行的吗？哎呀，陈忠，你就放心吧，我还特意找了那几家供应商谈了价格，现在的价格可是便宜了将近10%，可是为公司省下好大一笔啊！还是你懂得为公司着想，不像江岩。行，你办事我放心。等这个项目圆满的完成，我呀，一定好好的奖励你。我就知道陈忠你最好了。也不知道江岩怎么想的，明明其他供货商有20%的差价，还偏偏挑最贵的，正好可以跟陈州求功劳，另10%可以落入我的口袋。不过我就换个档次差不多的供应商，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喂？什么？材料全部不合格？强盛集团要求我们赔偿全部的损失，并且赔偿天价的违约金，这怎么可能啊？陈州，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了？你还好意思问我怎么了？白芊芊，你不是说材料绝对没有问题吗？对方不仅要求我们赔偿全部的损失，还要赔偿天价的违约金，初步估算8000万。材料不合格？这不可能！我找的供应商和合同方案的供应商是一致的，这不能怪我，我也不知道。8000万的赔偿，加上项目停滞带来的连锁效应，陆氏集团很有可能就此一蹶不振，甚至倒闭。这可怎么办啊？陈州，找江岩。对，江岩，这个方案是他做的，他一定有办法。江岩，好样的，竟然拉黑我！难道他这次闹离婚是认真的？陈州，你别生气了，为这种人气坏身体不值得。他拉黑你，肯定是他心虚，他早就想害我们了。陈州，你想想，这个合同是他做的，方案也是他写的，他当时写这个合同的时候就叮嘱我们，这合同很重要。现在想想，他肯定在做合同的时候就埋了雷，等到我们接手合同的时候爆雷呢。现在强盛集团要我们赔偿8000万，我们不能让他得逞，这个钱应该让他赔，让他负责，让他赔偿。你说的对呀，他做的方案他必须负责。这样，我现在就去顾氏集团找江岩，我倒要看看他现在身为顾氏集团的副总裁，还敢不敢不认账。哼，走。陆总，白小姐，不知道未来顾氏有何贵干？
如果是业务合作，请先按流程预约。江岩，你少在这装模作样。你之前负责的强盛集团5000万的合同，现在爆雷了。江总，你好狠的心！你在合同里动了手脚，用了不合格的材料。现在项目出现了问题，强盛集团要我们赔偿8000万，这可是你的责任啊！我的责任？陆晨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离职当天是你亲口宣布把项目交给了白芊芊，合同也是你亲手从我这里拿走交给他的，怎么能怪在我头上？那又怎么样？现在项目确实交给我负责，但方案是你做的，材料是你选的，现在合同出现了问题，就是你当时工作不认真，能力不行，留下了隐患。江岩，你要是敢不认，我就去法院告你，让你身败名裂。你不要以为现在攀上了顾钱这个高枝，就能够高枕无忧了。你害得我们陆氏集团出现了这么大的纰漏，我倒是要看看顾氏能不能保得住你。识相的，赶紧拿钱赔偿我的损失，不然我就让你去坐牢。坐牢？我江岩做事对得起天地良心，更对得起我付出的每一分血汗。那份合同没有问题。那还不是因为你能力不行，检查不出纰漏。我能力不行？陆晨舟，那份合同是我带着团队熬了10几个通宵做出来的，经过反复验证测算，我选择的供应商至少货比3家。你现在跟我说我的方案有问题？哼，货比3家呀？那芊芊怎么还能在你的方案之上节省出10%的成本？谁知道你是不是吃了那些供应商的回扣，还是故意选贵的？你根本就不懂得为公司节约成本。哦，白芊芊节省什么成本？换了什么材料？说来听听。你少在这里转移话题了。现在实事求是，因为你提供的方案，害得我们陆氏集团蒙受这么大的损失，面临破产危机。这件事你必须负责。现在立刻赔偿我8000万的损失，并且公开道歉，承认是你们失职。你们自己为了节约成本，现在出了问题却怪到我的头上。我方案里的材料是经过我计算的，如果选择我用的供应商，利益只会最大化，而一旦随意更换……江妍姐，你现在说的天花乱坠有什么用？事实就是出现问题了，就是你的方案有问题。谁知道你那些通宵到底是在糊弄谁？是不是你吃了回扣？白芊芊，这里轮得到你说话吗？我吃回扣？敢在这么重要的合同里节省成本，我看吃回扣的人是你吧？一个靠着关系撒娇坐上总监位置上的人，也敢质疑我的专业？我再重申一次，责任不在我身上。我江岩在陆氏的这3年，对得起我经手的每一份工作。难道真的不是江岩的原因？江妍姐，我只是在尽自己的责任，为公司选择最优的方案。没想到你在合同里挖坑等着我跳，你是想用这个报复我是吧？你做到了。江岩，你少在这里推卸责任。合同方案是你做的，你就是故意的。你在嫉妒，你嫉妒我信芊芊，重用芊芊。你这个女人啊，心思太恶毒了。你到现在还沉浸在自己编织的谎言里，不愿面对现实吗？行，既然你们说是我的合同，我的方案有问题，那就把合同拿来我看看，到底哪里有问题。是不是我的问题，一看便知。不行，这合同是机密文件。江妍姐，你已经离职了，怎么能随便给你看？是不能给我看，还是不敢给我看？你心虚了。我只是在维护我们公司的利益。那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把责任怪在我的头上。现在我要求看合同自证清白，你们却百般阻挠。白芊芊，你到底在怕什么？陈舟，你看看他，这是公司机密。江妍姐她都已经离职了，这能给她看吗？江妍，别闹！一个已经失败了的合同，你们还当着机密？白芊芊，这么护着这份合同，还把脏水泼在我身上，看来确实证明这份合同有问题。江妍姐，这也是我自证清白的证据，我不能给你。要是给你私自篡改或撕毁，那我岂不是白白被你冤枉了？只要咬死是江妍原方案的问题，把合同藏好，这事糊弄过去，那江妍就背定责任。芊芊说的没错，这合同是你自己做的，你自己难道不知道？谁知道你是不是假意借着看合同来销毁证据？陆晨舟，你简直无药可救。
你到现在还在相信这个满口谎言的女人？你胡说，芊芊才不是这样的人，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江岩，就是你搞垮了公司，你就等着收我律师函吧。律师函？好，我等着。但在此之前，这合同我必须看。江岩，你敢！江岩，我都不知道陆氏有这么大的本事，敢来顾氏闹事。不过你们反应这么大，还推人，是不想让江岩看到合同吗？哼，谁怕了？是江岩想要销毁证据。一个已经导致公司面临巨额赔偿的合同，你们还当作宝一样，或者说是商业机密，怕我销毁证据？哼，真是可笑。我看你们是心虚了吧？怕这合同证明到底是谁在捣鬼。小陈，把那份合同抢过来，我倒要看是谁在背后捣鬼。哼，你们是知道自己犯了大错，脑袋疯了吧？他不会是发现了什么吧？江岩姐，你现在认错赔钱，我们也不会追究你什么的。你要是不认，就别怪我们不客气报警了。我当然不认。陆晨舟、白芊芊，你们口口声声说这是我精心策划、埋了雷的合同，可它根本就不是我做的。江岩，你还敢不认？合同方案是你提供的，材料是你选的，白纸黑字现在在上面印着，不是你的错还能是谁？我选的。陆晨舟，你睁大眼睛看清楚，我选的供应商一直都是兴隆建材，而不是合同里的宏发建材。材料也从 A 级材料变成了 B 级材料。我江岩做的原版方案从来都不是宏发建材，更不可能用 B 级材料去代表 A 级材料。这就是你们口中说的节约了10%的成本。哼，用降低材料标准、更换劣质供应商省下的黑心钱。我最多就是跟公司协商减少成本。你是不是偷偷换了供应商吃回扣？我吃回扣？白芊芊，你贼喊捉贼这一套玩得可真溜。我看真正吃回扣的人是你吧？据我所知，宏发建材的成本比兴隆建材的成本低了整整20%，你却只节省了10%的成本，那剩下这10%的差价，全都被你吃了吧？芊芊，他说的是不是真的？是你吃了回扣换的材料？没有，陈舟，我没有，你别相信他。他就是来挑拨我们的关系的，他根本拿不出证据。哼，对，证据，你口口声声说是芊芊吃的回扣换的材料，拿出证据，空口无凭，你就是诬陷。你看，陈舟，他根本拿不出证据，还在这里血口喷人。我看血口喷人的是你，江岩根本就不是这种人。拿出证据？你真当我江岩会像某些人一样不留后手，全凭一张嘴吗？看清楚，这才是我当初提交的原版方案。我当然不认。陆晨舟、白芊芊，你们口口声声说这是我精心策划、埋了雷的合同，可它根本就不是我做的。江岩，你还敢不认？合同方案是你提供的，材料是你选的，白纸黑字现在在上面印着，不是你的错还能是谁？我选的。陆晨舟，你睁大眼睛看清楚，我选的供应商一直都是兴隆建材，而不是合同里的宏发建材。材料也从 A 级材料变成了 B 级材料。我江岩做的原版方案从来都不是宏发建材，更不可能用 B 级材料去代表 A 级材料。这就是你们口中说的节约了10%的成本。哼，用降低材料标准、更换劣质供应商省下的黑心钱。我最多就是跟公司协商减少成本。你是不是偷偷换了供应商吃回扣？我吃回扣？白芊芊，你贼喊捉贼这一套玩得可真溜。陆晨舟，离职的时候这个项目就已经交给了白芊芊，我是不可能在上面签字的，可不要纵容你的下属乱冤枉。哼，江岩，你还敢说不是你？你自己好好看看这合同上签的到底是谁的名字，白纸黑字写得一清二楚，这回你想赖都赖不掉。陈舟，你看
他自己也无话可说了吧？就是他签的字，他想逃也逃不掉。江岩，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话好说？8000万，立刻赔偿我8000万的损失，否则我不仅让你身败名裂，还会让你把牢底坐穿。江岩，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你连自己的签名都不敢认，差点害得陈州冤枉我。你就是记恨我夺走了你的项目和陈州吧？可真是不择手段。白芊芊，你想让他坐牢？你胡说八道，污蔑顾氏集团的副总裁，该坐牢的是你。陆晨舟，你真以为顾氏集团的法务部是吃干饭的？顾总，这是我和是我陆氏集团和江岩之间的纠纷，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就算你们顾氏的法务再强，还能颠倒黑白不成？白纸黑字？你确定这合同上的签字是江岩的亲笔笔记？我当然确定，我看了这么多年还能认错吗？这就是江岩的笔记。小陈，这方面你懂，去看看。顾总，经过对比，这份合同上江岩的签名并非江总本人的字迹，可以初步判定这个合同上的签名是伪造的，并非江总本人签署。这不可能！这明明就是江岩的名字，怎么可能是伪造的？没完没了！你们是一伙的，你们顾氏就想包庇江岩，伪造商业合同的签字，意图栽赃陷害，本应涉及违法。小陈，证据准备的怎么样了？大厅内部设了监控，全程监控，并且也取得了高清对比。这份伪造签字的原版合同以及我方提供的字迹样本均可成为证据。至于你们对江岩女士的无端指控和威胁，顾氏的法务部会追究其法律责任。现在，请你们立刻离开，不要打扰我们顾氏副总裁的工作。江岩，我们走吧。顾总，谢谢你，但事情不能这么算了。你想怎么做，顾氏会全力支持。陆晨舟现在最怕的肯定是公司倒闭，背上一屁股的债。这个时候，我们反而要帮他牵线和黄总的合作。虽然顾氏以现在的发展方向与我们盛世并非同路，不过江总既然有这个意向合作，那我倒是愿意给江总这个面子。感谢黄总的信任。我们顾氏和盛世集团达成合作，我相信在业内一定会成为一段佳话。我代表顾氏集团敬您一杯。江总客气了，我也明白顾氏有能力有魄力的，能和顾氏这样的企业合作也是我们盛世荣幸。早在陆氏就感受过江总的魄力，没想到他陆晨舟这么识人不清，把你这么优秀的人才给放走了。顾总，你可真是挖到了一块宝啊！黄总，您过奖了，还是江岩自己有能力赢得了这次机会。江总，要不是你，他陆晨舟有什么资格能在江城立足？他公司离了你啊，迟早要垮的。下周3本来是和陆氏签订合作的日子，看来现在也没这个必要了。我们盛世和顾氏的合作协议现在就可以签订了。还请黄总再给他们一次机会。江总，这什么意思啊？我可听说陆晨舟可是当面羞辱过你，还把你和盛世集团的签网合同给搞黄了。你对他纵情至深，那我继续跟他合作？黄总，我想请你帮个忙。我们的合作协议暂时不签署，请您再给他们和我们顾氏集团公平竞争的机会。但最后合不合作，决定权还在您手中。
既然江总已经放话了，又是顾总身边的红人，这个忙我自然是要帮的。那就到时候看这个陆晨舟有什么能力了。不多说了，公司还有事，我就先走了。不跟黄总解释一下，就这样让黄总误会你？黄总是个聪明人，等他反应过来，就自然知道我的心思。陈舟，怎么办啊？顾前那边肯定会告我们伪造签名。强盛集团的……闭嘴！都是你这个蠢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谁？陆总是吗？我是盛世集团黄总的助理，黄总让我提醒你，下周3约见的战略合作别忘记。对呀，芊芊，你听到了吗？盛世集团的黄总，差点忘了他呀。有了他，我们就能处理强盛集团那个烂摊子。只要我们能和黄总达成合作，我们公司不只能东山再起，还能更上一层楼。太好了，陈舟，我就知道老天爷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我们还有机会。陈舟，不是应该开心吗？你怎么还发愁了？可是我们刚和强盛集团的合作爆雷，要赔偿8000万。现在我们公司无异于一个火盆呢，万一黄总不想沾手怎么办？黄总将要和我们合作，现在肯定不知道，你还愁啥？会不会有什么阴谋？陈舟，你别自己吓自己。强盛那边的消息，目前就我们几个和少数几个高层知道，外界肯定还没传开。只要我们动作够快，封锁消息，先把和黄总的合作敲定，拿到第一笔合作资金。拿到资金，先把墙上的窟窿给补上。没错，只要达成合作，后续只会有源源不断的资金进入。到时候害怕填不上这个窟窿吗？到时候公司危机解除，我们还能借强盛集团的势更上一层楼。可是我们这样拆东墙补西墙，万一他知道……陈舟，商场上谁不是这样？这样是常态。等我们合作做出成绩，黄总赚了钱，他还会在意这点小事吗？再说了，我们也不是不还，我们只是暂时周转一下。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错过这次，我们就真的完了。你说的有道理，这个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无论如何都要拿下和黄总的合作。你赶紧去准备材料，把我们公司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强盛那边的消息一定要给我死死的压住，任何人要是敢泄露半点风声，立刻开除。好，我现在就去办，这次我们一定能翻身。黄总，这套代码呢，是我们公司最核心的团队研发出来的。您只需要把这个代码插入到材料的数据库里，就能够自动运行，这样你能为我的工作中带来一个最大的收益。黄总，我有信心，只要你和我们陆氏集团合作，我们不出3年就能将市场份额扩大30%。陆氏根基扎实，团队优秀，绝对是最佳的合作人选。是的，黄总，我们非常有诚意。这是我们公司最新的合作方案，里面根据盛世集团提供了最新的设计方案。陆总的计划听起来不错，只不过你身边这位怎么不是之前和我对接的那位？江岩呢？他怎么没来？我很看好他了，就等着直接和他对接。我听说了一些事情，他可被你们……黄总，您真是关心我们，但您不要听信了那些传言。江岩姐没来，是因为她为了合同方案熬夜加班，她身体不太好，我们也很心疼她，所以就没有让她来参加这次会议。不过您放心，虽然她因病没来，但是她已经把项目全权交于我，我们做足了功课，也不会比江岩姐差。是啊，黄总，别看芊芊年轻，但是啊，她的工作能力和学习能力那都是一流的。就我说句不好听的呀，我作为江岩的上司，他虽然能力不错，但是不懂得变通，只会固步自封，也不懂得为公司开源节流。新时代，我们也更加愿意用一些更高效、更有创新性的人才。真的是这样吗？可据我所知，好像不是这样吧。我很相信江岩能力的，更倾向于和他合作。既然黄总这么看重江岩，这合作我们势在必得，忍辱负重，借他江岩一个名声，也算便宜他了。黄总，不瞒您说，其实我是江岩的徒弟。
请您相信我，我得到了他的真传，以江妍姐过往的能力展现的价值，跟我们合作一定不会让您失望。你们明白江妍的能力就好，虽然我很倾向于跟他谈合作，但你既然是江总的徒弟，那我愿意给年轻人一个机会。黄总，您真是太有眼光了，我们绝对不会辜负您的信任的。谢谢黄总，我可是带领着王牌团队的负责人，我们会用实际成绩向您证明，我们一定做的不会比江妍差。黄总，我来的还不算晚吧？黄总，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我们顾氏盛世集团的合作方案我已经准备好了。江妍，你怎么来了？你这话问的可真奇怪，这里是盛世集团，又不是陆氏的地盘，而且我已经辞职了，我为什么不能来？今天是我们陆氏集团和盛世集团谈战略合作的重要会议，你来捣什么乱？你来捣什么乱？你不会是来抢合作的吧？哼，抢合作？白芊芊，你这话说的可真可笑。现在充其量算是公平竞争，而且你们来找黄总谈合作，打着是谁的旗号？我刚才在门口好像听到有人打着我徒弟的旗号，在这招摇撞骗。哼，怎么一个被你们看不起的前员工，转身变成了你们充当门面的金招牌？我这就有点糊涂了。刚才二位不是说江总因为身体抱恙，这才没有参与合作？现在怎么看起来江总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非常不错，而且好像已经是顾氏集团的人了。黄总，你听我解释啊。江妍在项目初期的确是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后期因为他自己的能力不足，并且频繁出现纰漏，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才让他辞退的。黄总，我们一直都很尊敬他，但商业毕竟是残酷的。黄总，您千万别被他之前的表现给欺骗了。他之前在陆氏负责的那个强盛集团的项目，你知道吧？5000万的大单子，差点就因为他能力不足给黄了。只要我咬死，是江妍能力不足，前期工作失误，现在他也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毕竟他可是被辞退的人。黄总，芊芊所说的句句属实，他在工作期间的确存在着工作态度不端正、频繁出现纰漏的情况，我们也是忍无可忍，才做出了辞退的决定。你们居然还有胆量在这里提强盛集团的项目？怎么了？事实就是这样啊。江妍，你少在这里翻旧账，能被我们陆氏集团裁员的人，那都是因为工作能力不足。是吗？那我可要把这份证据给黄总看看。黄总，多有冒昧，我是顾氏集团的总裁顾乾，这份文件足以证明江妍的清白，也能证明二人诬陷的证据。陆氏集团给强盛集团的材料造假，以次充好，伪造签名，这一桩桩一件件，你们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这么大的篓子，5000万的项目暴雷，8000万的赔偿，你们敢隐瞒这些，跟我谈合作？你们是把我黄某人当傻子，还是觉得盛世集团是可以随便糊弄的冤大头？等着给你们擦屁股，还要填窟窿啊！啊，黄总，不是你想的这样的，这些都是他们两个伪造的，他们想诬陷我们。没想到江妍竟然做了万全的准备，连自证清白的证据都准备好，看来和我们抢合作的就是有预谋，我不能让江妍得逞。黄总，你想一想，他江妍刚被我们陆氏集团裁员，转头就进到了顾氏集团，顾乾呢反而是重用他，接下来呢我们陆氏集团的合作就出现了大爆雷的情况。想一想，这里面都是有猫腻的，他们就是蓄谋已久，联合起来做局陷害。是啊，黄总，您明察。想一想，这里面都是有猫腻的，他们就是蓄谋已久，联合起来做局陷害。是啊，黄总，您明察。他挖好了坑，等着让我们跳。江妍竟然还敢跟我们说想竞争您的公司，顾氏集团以前根本就不涉足 IT 技术集成这个新兴领域，谁不知道顾氏集团是一个老牌企业，一点经验都没有。谁说我们没有经验？江妍就是我们 IT 部门核心技术人员。顾总，你竟然还让江妍这个外行来主导，你们安的什么心啊？黄总，你们千万别被他给骗了，他们说不定就是想用您的钱去填他们的窟窿，或者套取您的核心技术。黄总，江妍在我们公司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写过一行代码，怎么转头进到了顾氏，
就成了 IT 部门的技术人员呢？黄总，您可要三思啊！江总、顾总，我想请二位解释一下，你们凭什么让我相信你们有这个实力和诚意做好这次合作？你们有这个实力和诚意做好这次合作。江岩，没想到吧？就算你揭穿了强盛的真相又怎样？现在轮到你自己被架在火上烤了，还敢吹核心技术人员？我看你怎么证明？难道一个企业没有涉足过某个新兴领域就没有资格进入了？20年前，盛世集团做的就是传统制造业，现在呢，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新能源，盛世哪一块没有涉及？哪一块不是从零开始做到了现在的行业顶尖？商业的本质不是守成，而是开拓。的确，顾氏集团在 IT 方面没有成熟的业务链，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没有能力，也并不代表我们没有这个决心。说得好听，顾前，你少在这里偷换概念。上市集团是从零起步估价的，但是人家的创始人、技术团队有哪一个不是技术出身？反观你们顾氏集团呢？顾前、江岩，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有谁懂写代码？有谁懂技术架构？有谁懂算法？就是不懂技术，还想包揽顶尖集成 IT 项目，这不是合作，这是诈骗。黄总，您听听，他们连最基本的履历都拿不出来，凭什么跟您谈合作？凭一张嘴吗？江岩，你在陆氏集团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写过一行代码。你天天在公司里面不是做合同，就是陪客户喝酒，再就是谈签约。江岩，你怎么转身到了顾氏集团，就成了 IT 部门的技术人员？黄总，顾氏确实强势老牌企业，资金雄厚，但在科技发展这个领域，他们深耕的时间根本没有我们陆氏长。我们陆氏5年前就开始集成 IT 行业，有完整的研发团队。顾氏想靠一个江岩，靠一张嘴空口白话，就想夺走我们辛辛苦苦这么多年的成果，凭什么？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资格。黄总，有没有资格，不是他们一个人说了算。陆总，你不是一直以你研究很久的技术引以为傲吗？这样，咱们不如来比一场。比一场？顾前，你疯了吗？你拿什么和我比？你有技术团队吗？你有项目合作案例吗？还是说你想要江岩来和我们比写代码呀？他一个连 Hello World 都未必写明白的人，你想让他和我们的陆氏的核心团队比啊？顾前，你这是在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啊！哎呀，顾总，江岩姐什么实力，我们更清楚不过了。你还在这里硬撑，最后闹得大家都不好看。陆晨舟，你知道陆氏集团3年前到现在那个支撑销售体系整个底层数据分析的框架是谁写的吗？那不是我最早外包出去的吗？不对，难道是你？难道是你？不可能是你。那个技术是我们公司的核心技术，整个公司都是以它来支撑的。江岩，你一个每天只知道跑客户、喝酒应酬的人，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技术来？就是，你要是有那本事，怎么还在陆氏谈合作？早就拿钱退休了。研发这个项目的大神现在就在我们公司上班，年薪100万，掌管着10几号人的团队。江岩，你不会是想冒充他吧？哎呀，江岩姐，你可真是的，什么功劳都敢往自己身上揽。要不是陆总清醒，不然还真被你给唬住了。要说 IT 技术嘛，我虽然不敢自称大神，但也是海外名校计算机专业毕业。要是真和我比，你也不一定比得过我。芊芊可是复合型人才，她不仅仅毕业于海外顶尖的商学院，还精通 IT。今天我们就来比一场，看看是谁滥竽充数，谁才是高端的人才。今天我们就来比一场，看看是谁滥竽充数，谁才是高端的人才。顾总，你不是想比吗？那我们就现在，当着黄总的面，你敢不敢？怎么陈舟还真把我推上去比啊？怎么，你怕吗？我就不信江岩一个文科生能懂什么技术。就算我多年没写代码，基础也比江岩强。比较比，那就请黄总来当裁判，让大家伙看看，谁才是有资格跟盛世谈合作的人。有点意思啊，既然大家都有这个意向，
我不介意当这个裁判，就用会议室这2台电脑，半小时内谁敲出的代码效率更高，速度更快，谁赢。芊芊，你在干什么？你不是精通 IT 吗？我记不清楚操作了。江岩，怎么可能这么厉害？江岩，你是不是作弊？黄总，他把 U 盘抄进电脑里了。这个 U 盘肯定是存在他之前写好的代码。一个文科生怎么可能写代码比我还快？你这个 U 盘里是不是提前写好了答案？这根本就不是公平竞争。你这个 U 盘里是不是提前写好了答案？这根本就不是公平竞争。是啊，黄总，这绝对是作弊。他无缘无故的往电脑上插 U 盘，不是作弊是什么呀？我作弊？是，你就是作弊，要不然你怎么可能写这么快？你的意思是，我提前知道了今天有一场代码比赛，准备好了黄总临时出的题目。黄总，您说句话呀！他往电脑上插 U 盘这个行为的确很可疑啊，这不能算数啊！黄总没有立刻反驳，说明他在犹豫。只要黄总认定江岩在作弊，那就算我的技术差也没关系，都是江岩使诈，黄总肯定会选择跟陆氏合作。黄总，盛世集团不可能跟这样的人合作。你质疑江总插 U 盘的行为是作弊，觉得他一定是提前把答案存进去现场调用，不是自己写的。对，这太明显了，他不可能写这么快。江总，这个 U 盘是我3年前送你的礼物。是的，黄总。3年前的行业峰会，您作为演讲嘉宾，现场演示了一场代码。会后，我向您要了一份学习，你给了我这个 U 盘，我说里面是我早些年写的技术笔记和代码片段，不算什么商业机密，可以看，有什么不懂随时问我。没想到3年前的旧 U 盘你还一直存着。江总，你的这份心意我明白了。白总监，你自己技术不精，基础薄弱，现场表现一塌糊涂，不想着如何提升自己，反而第一时间诬陷对手。陆总，这就是你口中精通 IT 的复合型精人才。你们公司的高层能力就这么不足，我很难想象他带领的王牌团队能多成功。江总，我们盛世优先和顾氏合作。谢谢黄总，顾氏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什么？黄总，你怎么能跟他这样的人合作？都是假的，他根本不会写代码。是啊，黄总，江岩他在我们公司3年，他从来没有表现过自己会写代码，怎么可能这么厉害啊？到了现在，你们还在质疑江岩的能力吗？不表现，难道就代表不会吗？陆晨昭，你与江岩结婚3年，你有真正了解过他，关心过他？你以为你开除的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其实是他默默为你付出了3年，一砖一瓦为你打造商业帝国的人。江岩说的底层架构，3年前我见过，一个初创公司能在短期有那样的技术，我当时非常惊讶。我以为出自你的手笔，我还夸过你，到现在我才明白，原来这一切都不是你。我决定，盛世集团和陆氏集团永不合作。完了，黄总的合作没了，那陆氏集团就没救了。不行，我求求爷爷，求他回来，他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爷爷，爷爷，我知道错了，是我有眼无珠，是我被猪油蒙了心。这公司是我们的心血呀，你可不能看着它倒下呀。爷爷，看在我们夫妻3年的情分上，帮帮我，帮帮陆氏吧。好一个3年的夫妻啊！陆晨昭，你与这个女人偷情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她是你的妻子？你给议员年终奖的时候，羞辱她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她是你的妻子？你以她的名义借了1亿的贷款，你有没有想过她是你的妻子？你没有想过呀。啊，现在公司破产了，你倒是想起来了。陆晨舟，你不配。妍妍，我跪下来求你了，这个都是我们的心血，是我们的孩子啊！我求求你了，救救他吧！看着这个曾经深爱过、付出过一切的男人，涕泪和流浪卑不堪的跪在自己面前，会心软会痛，但没有，我只觉得平静，前所未有的平静。我只觉得平静，前所未有的平静。陈舟，从你那天把1块钱甩到我桌上那一刻，陆氏的荣辱兴衰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你好自为之。都是你这个扫把星！要不是你当初勾引我，跟我吹嘘你自己有多么厉害，我也不会把江岩赶走，也不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陈舟，你放开我！是你自己担心，你说江岩配不上你，你说那些人看不起你，靠女人上位，怎么还能怪上我？来人，将陆总和白总监请出去。从今天起，这2人永不能踏入盛世半步。我自己会走。江总，还是你更胜一筹啊！黄总，还是多亏了您的帮助。我不知道江总这么做有什么打算，很快你就会知道了。那就期待与顾氏的合作了。黄总，合作愉快。那我准备和顾氏的合作协议，你们自便。你打算怎么做？现在能救陆晨舟的路子彻底断了，强盛那边8000万的窟窿填不上，他坚持不了几天，而且以他平时的性格，不可能这么快让陆氏被收购。但现在银行不会贷款给他，投资机构也不会看好一个频频爆雷、核心团队出走的企业。难道你打算趁机低价收购陆氏？陆氏是我一手带起来的，我不可能让他落入其他人手中，也不可能让陆晨舟把他败光倒闭。那你需要多少资金？这次不用顾氏出钱，我将以新生资本的名义发起收购。这家公司是我离职后一直挂在顾氏的名下，作为独立子公司运营，法人是我，启动资金也是你当初给我5亿中一小部分。新生集团竟然晋升100强企业。原来你早已经准备好了。从我被赶出陆氏那一天起，我就知道我一定会回来，但绝对不是以被施舍的姿态，而是以主人的身份。现在是时候了。催债的打法务，催债的打法务。你好，陆总，我是新生资本首席执行官助理，我姓周。新生资本有意向向陆氏集团发起收购。什么？收购？新生资本？没错，陆总，新生资本是世界100强企业，已经成功投资收购了10几家企业，获得了上百亿收益。资金充足，决策链短。如果贵公司有意向，我们可以约时间详谈。有意向，非常有，随时都可以。周助理，你告诉我，你们公司收购条件是什么？估值多少？什么时候可以签意向书？我们老板会跟你面谈的。陆总如果方便，明天上午10点，新生资本的创始人会亲自到贵公司拜访。方便，非常方便。明天上午10点，我在公司等你们。你听到了吗？新生资本，他们要主动来找我，要来收购我们陆氏。太好了，公司有救了！我就知道我们陆氏还有价值，他一定是看中了我们的价值。明天我要谈一个好的价钱。是，陆氏现在是欠了8000万，但是我们陆氏还有底子，
我们只是暂时遇到了一点小困难，新生资本想捡便宜收购我们，没那么容易。哼，江岩不帮我，自然有人帮。他以为我离了他，陆氏就会倒了，瞪大眼睛看着。没有他，公司照样有人抢。陈州，这个新生资本，你之前听说过吗？没听说过又怎么样？那个人可说了，他们是世界100强企业，收益有上百亿，资金厚得很呢。可是会不会跟江岩有什么关系啊？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说江岩会来收购我们？哼，白芊芊，你脑子是被他吓傻了吧？是，他江岩是有能力，但他就是一个刚刚被顾氏挖过去打工的。他有独立操盘的能力吗？他有这个资金吗？他有这个权利吗？顾钱是请了他，给了他一个副总裁的位置，给了他5个亿让他折腾，但这不代表他能让一个新兴的企业变成世界100强。明天给我打起精神，新生资本的创始人要亲自来，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你要是搞砸了，就给我滚出陆氏！江岩，你怎么来了？陈州，难道江岩是新生资本的创始人？哼，怎么，江岩在顾氏集团混不下去，想回到我们陆氏啊？我告诉你晚了，我今天可是有重要的客人要接待，没空搭理你。是啊，江岩姐，你还来干什么啊？来笑话我们的？还是来求我们陆总让你回来的？门儿都没有。求你们？陆晨舟，你们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到底谁求谁？你什么意思？江岩，你到底想要干什么？难道你们是替陆总来找新生资本谈合作的？我看呀，你没有这个资本。陆晨舟，别自作多情。现在要倒闭的公司可是你们。可惜了，陆氏集团马上就要被收购了，倒不了了。没错，我就是来收购的。江岩，我知道了，我还以为你干什么来。江岩啊江岩，你说你兜兜转转这么一大圈，到最后不还是求到了陆晨舟的头上？怎么，在顾氏集团混不下去了？顾钱给你的5个亿让你给败光了？还是说你那个水平连顾氏都瞧不上？灰溜溜的跑回来是要借助我的关系拍摄新生资本，给你拉投资啊？哎呀喂，江岩姐，你也有今天啊，不是挺能耐的吗？又是5亿启动资金，又是公司副总裁，还会写代码，还会打我们的脸，怎么现在反过来求我们了？可惜啊，晚了，我们陆氏马上就要被新生资本收购，那可是世界100强公司，你呀想借我们的光搭上新生资本，做梦！哎，江岩，我问你，跟着顾钱混有什么前途？顾氏再大，你也就是一个臭打工的。看看人家新生资本世界100强，随随便便一收购都是上亿元。我再问你，你说新生资本为什么要收购我们陆氏集团啊？我告诉你，那是因为我的战略眼光，我的能力，我的商业布局。所以呢，你呢还是回去好好的跟着顾钱混吧。也许哪天我一高兴，念起这旧情，赏你2个钱，赏你口饭吃。至于你刚才所说的要收购我们陆氏集团，哼，别逗，你们顾氏啊，什么都没有做出来，还想收购我们陆氏，你们拿什么和人家新生资本比啊？你们有这个资格吗？是啊，江岩姐，新生资本那可是世界100强企业，你们顾氏集团还在100强外徘徊呢。哼，你笑什么？你们说完了吗？该我说了吧。我想问你们几个问题。第一，你们为什么觉得我是来求你们搭桥的？第二，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代表顾氏来收购的？第三，你们真的清楚收购你们的人是谁吗？是你？是你？这怎么可能啊？你到底什么意思啊？合同已经摆在你面前，看看收购栏那一方签的是谁名字。江岩姐，你少在这里装神弄鬼。新生资本那可是世界100强企业，现在现金收益有上百亿啊！你呢？前不久还在陆氏找陆总签字离职，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啊？这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是新生资本的创始人？你哪来的钱？哪来的人脉？哪来的资源？你怎么能靠着雇钱就能混到现在这个地步？江岩，你骗人呢！这个合同是假的，公章是伪造的，你想空手套白狼？假的，一定是假的！新生资本那种级别的公司，怎么可能创始人是他？一定是他用了一定的手段，盗取了公章，伪造了合同。陈州，报警！报警抓他！他这是商业欺诈，让他坐牢。公章是真是假？陆总，不如直接去问问盛世集团的黄总。就在昨天，盛世集团与新生资本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啊。黄总啊，还亲自参加了签约协议。陆总说公章是伪造的，合同是假的，不如直接去问问黄总。要不要我替你打个电话呀？不可能，这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是新生资本的创始人？我查过新生资本的资料，他可是有上百亿的盘子。你3个月前还在为5000万的合同加班熬夜，你怎么可能有上百亿？白芊芊，你知道这5亿的启动资金，顾总为什么会给我吗？因为我值得。的确，因为他值得。他仅用了5个亿的一小部分，就翻了上百亿，将一个新兴的小公司做成了上市500强的企业。你这么厉害，还在陆氏给我打工，藏了3年。陆晨舟，江岩他不是藏，只不过他待在你陆氏，作为你的手下，他真的尽力了。有你这样的人当老板，再有才的人才也会被淹没。合同已经摆在你面前了，30分钟之后，陆总要是还没签字，强盛集团的诉讼法拍程序同步启动。现在是10点15分，10点45分之前签好字，新生资本将入驻陆氏。强盛集团的8000万赔偿款，我今天下午就可以替你结清，员工的工资明天也会正常发放，合作上的欠款1周内也会全部结清。那我呢？陆氏集团被收购后，管理层将重新洗牌。创始人陆晨舟，项目总监白芊芊解除职务，今天起离开公司。凭什么？那可是陈州的公司，凭什么赶我们走？陆晨舟，你考虑清楚。江总监，我错了，江姐，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我不应该勾引陈州，我也不应该陷害你，求求你留下我吧，让我当个前台也行。江岩，你真的一点旧情都不念吗？收购陆氏就是我跟你唯一的旧情，人事部会配合你们办理好交接，今天下午5点前离开公司。哦，对了，公司配的车是资产，要留下。公寓也是公司租的，也要一并清退。公寓也是公司租的，也要一并清退。完了，全都完了。顾总，我决定辞职了。为什么？是我给的待遇不够高吗？不是，顾总给的条件怕是再也找不出第2个了，是我自己的问题。这些年我们一直混迹商场，内心一直无法平静，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机会，我想好好给自己放个假。我知道了，你放心，你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顾氏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